炎帝，药学天才，创立神农医药，救人无数，声名远播。几年时间，已然雄霸一方，只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出生的猛虎成了别人眼里的待宰羔羊。有熊集团无孔不入，手眼通天。少东家皇帝手掌大权，他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。皇帝手中的资金有如江河湖海，把神农的核心团队冲得支离破碎。有熊进而用专利将神农围个水泄不通，并与他的供应商签署专卖条款，要让神农活活饿死。节节败退的炎帝心有不甘，收拾残兵，推出新补药灵芝草，试图东山再起。可很快，版权法院的一纸判决以侵权的罪名宣告了神农医药的终结。失去了一切的炎帝心灰意冷，面对累累的债务与待捕的妻儿，他只得委身皇帝旗下，为仇人的帝国添砖加瓦。而皇帝则成为了新闻报道的头条，享受着荣耀的洗礼。曾经璀璨的神农陨落了，一颗耀眼的新星又腾空而起。神农的研发主管蚩尤不满首领投降的决定，大丈夫当顶天立地，怎可在敌人檐下卑躬屈膝？公司解散后，他暗中联络昔日的72兄弟，组建九黎生命，发誓打败有熊，向皇帝报仇雪恨。此时，药品领域已被有熊完全占领，九黎绝无突破的可能。蚩尤于是另辟蹊径，猛攻医疗器械。上天眷顾，九黎发明出新式合金，制成剑、铠、矛、戟、弩5种器械，疗效与有熊药物一一对应，但副作用更小。问世之后广受欢迎，人们纷纷弃有熊而购九黎。皇帝还沉醉在之前的胜利中，而蚩尤已然成长为一只猛虎，望着皇帝的身影，来回摩擦着自己的爪牙。当九黎对有熊市场份额的蚕食再也无法忽视的时候，皇帝才如梦初醒，再次集结力量应付新的对手。了解到蚩尤就是炎帝的老部下，皇帝怒不可遏，招来炎帝，并他负责处理九黎。炎帝不敢违命，一边是皇帝的重压与有熊雄厚的实力，另一边是过去的战友。蚩尤正在做炎帝自己不敢做的事情，炎帝敬佩蚩尤，希望蚩尤替自己成功，却又惧怕皇帝的惩罚。他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挣扎，只愿用商业手段与蚩尤一较高下。炎帝对医疗器械毕竟知之甚少，仿制九黎的多款产品均出师不利。预算耗尽的炎帝只得退回有熊的涿鹿总部，直面皇帝的责骂。而责骂是无用的，皇帝明白必须赢得与蚩尤的争斗，才能彻底证明自己的能力。他亲自出马，招来海外专家团队攻关技术，并扩大上下游并购，准备如法炮制干掉九黎。可是九黎新合金的制作秘密始终无法被突破，有熊的仿制品在成本和效用上均败下阵来。眼见获胜无望的皇帝也顾不得许多，召集旗下媒体巨头天女组织公示，众口一词，揭言九黎器械引发癌症。学者、期刊、实验室一同发力，一时间铺天盖地的讯息全部直指九黎。恐慌的消费者纷纷涌向九黎，要求退款赔偿。九黎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一面应付公关，一面发起诉讼。退款请求如潮水般涌来，诉讼却进展缓慢。消费者渐渐离去，九黎再无财力支撑下去。流星划过天际，谁也无法翻转九黎覆灭的命运。蚩尤正是在涿鹿递交了破产申请。皇帝成为了最后的赢家，他的故事也成为了正义的传奇，被世代传颂铭记。